仅凭一张84年前的华侨证，一位35岁的新西兰男子踏上了跨国寻亲之路，最终在广东台山找到了他85岁的堂姐。这是你姐姐吗？给他人对哇！我的儿子在家里面。細佬啊，係細佬啊，係細佬啊。他的兒子也在家啊，兒子在家哦，像哎，真的像哎。1908年，19岁的广东台山青年甄立庆告别了家中的妻子与孩子，远渡重洋前往新西兰淘金。然而抵达新西兰之后，甄立庆却从此音讯全无。他在当地重新组建了家庭，娶了妻子，还与这位新西兰妻子生下了10个混血孩子。1969年9月19日，当80岁的甄立庆在新西兰交代遗言时，身旁有接近100个后代围在他的身边。甄立庆语重心长地告诉这些后人，他们的根在中国，并且还有亲人在中国，将来要是有机会，一定要到中国寻亲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份跨越山海的嘱托，直到2026年，由甄立庆最小的孙子35岁的甄明飞践行。他带着怀孕的妻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在一位广东珠宝商的陪同下回到台山，见到了爷爷的亲孙女，自己的堂姐。堂姐已经85岁，和甄明飞相差50岁。两人站在一起，所有人都能一眼看出他们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，眉眼长相太过相似。大家好，我是南风，今天我就带大家看看这个跨越118年的寻亲故事。1889年，甄立庆出生于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县海燕镇交乐五车村，这里属于沿海地带。清末时期，沿海地区的民众大多选择远赴海外，寻求一条谋生出路。甄立庆家中兄弟5人，家境十分贫困，连吃饱饭都成了奢望。19世纪中叶，全球掀起淘金热，这股浪潮随着跨国贸易传到了中国沿海的广东、福建、浙江等地，一时间大量中国劳工远赴海外谋生。其中，广东台山有不少人选择前往新西兰淘金，甄立庆就是其中之一。不过在出国前，甄立庆已经在家乡成家，他与一位苏姓女子成婚，婚后还生下了大儿子甄明慧。可儿子出生后，家里的日子依旧捉襟见肘。看着出国打工的同乡陆续改善了家境，甄立庆也下定决心远赴海外谋生。1908年春节后，19岁的甄立庆跟着同乡乘船远赴南半球的新西兰。甄立庆头脑灵活，吃苦耐劳，没过多久便在当地站稳了脚跟。辛苦劳作1年，也攒下了不少积蓄。中途回国探亲时，他还和另外4个兄弟一起在老家五车村盖起了祖屋。可当甄立庆再度返回新西兰后，便再也没有回过国，和远在中国的妻儿渐渐断了联系。再次回到新西兰，甄立庆与新西兰土著毛利女子相恋，很快便组建了新的家庭。成婚之后，甄立庆便放下了回国的念头。他学会了英语，投身于种植业与养殖业，靠着勤劳与智慧，在新西兰彻底扎下了根，成为了当地的华人富商。后来，他和毛利人妻子先后生育了10个混血孩子，而本次寻亲的主人公甄明飞的父亲，正是这10个孩子里排行最小的老10。即便在新西兰成家立业，甄立庆也从未忘记自己的中国人身份。他教孩子们说中国话，过中国年，也一直念叨着要回中国探亲。可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战乱时期，为了孩子们的安全，他始终没能动身回国。到了晚年，70多岁的甄立庆常常通过报纸关注中国的消息。得知新中国已经成立，国家处于和平时期，发展日新月异。可此时的他年事已高，想回国早已心有余而力不足。1969年9月19日，80岁的甄立庆在新西兰奥克兰的家中走完了一生。弥留之际，家族近100名后人围在他的床前。甄立庆语重心长地向后人讲述了自己的前半生，留下了最后的嘱托：你们的根在中国，我在中国还有妻子和儿子，希望你们有朝一日能回到中国寻根认亲。尽管在场的后人都点头应下，可他们除了流着一半中国人的血脉，对遥远的中国几乎没有任何情感连结。这些后人大多与新西兰白人组建了家庭，还有一部分移民到了澳大利亚等其他发达国家。在当时的他们看来，中国经济尚欠发达，再加上西方媒体的片面报道，始终没有人愿意践行甄立庆的遗愿，远赴中国寻亲。
直到上世纪90年代，甄丽庆在新西兰的后代子孙第一次和远在中国的亲人取得了联系。甄丽庆在中国的大儿子名叫甄明慧，是甄丽庆18岁那年和原配妻子苏氏生下的孩子。甄明慧成婚以后，一辈子只生了一个女儿，我们暂且叫她甄丽。甄丽组建家庭之后，接连生下了好几个孩子，其中一个儿子名叫老李。老李是一名厨师，为了多赚些钱，上世纪90年代，他跟着村里的亲戚远赴新西兰打工。在新西兰打工期间，老李在亲戚的帮助下见到了太爷爷甄丽庆在新西兰的后代。当时老李还和这些亲人合照留念，其中一张就是他和甄明妃父亲的合照。两人年纪相仿，但按辈分来算，老李得叫对方一声小外公。在新西兰待了几年之后，老李回到了中国，之后在国内成家立业，娶妻生子，最后定居在海晏镇五车村。甄明妃出生于1991年，她的父亲是甄丽庆最小的儿子，而他又是父亲8个孩子中的一个。他是家族里年纪最小的那个，所以他和爷爷甄丽庆的年龄整整相差了102岁。他甚至从未亲眼见过爷爷一面。不过甄明妃从小时候起就常常听父亲讲述关于爷爷的往事，长大成人后，她也常常因为自己的长相和周围的人不太一样而感到十分好奇。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中国的飞速发展，甄明妃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。大学期间，她专门选修了中文课，给自己取了甄明妃这个中文名，而她的英文名叫坎贝尔。大学毕业后，甄明妃结婚生子。为了拓展事业，她做起了跨国贸易，经常会到中国深圳采购珠宝。2026年1月，甄明妃又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。她结识了一位名叫明哥的珠宝商人，明哥同样是广东人。两人在闲聊的时候，甄明妃向明哥透露，自己在中国还有血脉相连的亲人，一直都有寻亲的念头，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着手。明哥听完这番话后，当即表示愿意帮他完成寻亲的心愿。当时甄明妃能提供的线索只有爷爷甄丽庆那张84年前的华侨证。证书上记录着甄丽庆的籍贯是广东台山，甄明妃的亲人大概率就在广东台山。凭着自己对广东的熟悉，明哥觉得帮他寻亲应该不难。就这样，明哥找来了几位朋友，一行5人组成了一支寻亲小分队。2026年1月20日，明哥驾驶着商务车，载着甄明妃和她怀孕的新西兰妻子从深圳出发，驱车2个多小时，抵达了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的甄氏宗祠。这里的宗族资料非常齐全，几乎能查到整个台山甄氏族群的信息。刚进祠堂，明哥就发现守护祠堂的大叔和华侨证上的甄丽庆长得格外相似，而这位大叔恰好也是甄氏后人。明哥冥冥中觉得自己找对了地方。随后，祠堂的大叔翻开族谱，耐心地查找甄丽庆的名字，最终确实找到了这个名字。可因为没有更详细的生平记录，无法确认这就是甄明妃的爷爷。离开前，甄明妃为宗祠捐了500元人民币，还上香祭拜了甄氏先祖。之后，明哥又带着甄明妃赶往下一个目的地。甄明妃的手机里还保存着爷爷甄丽庆在新西兰的墓碑照片，墓碑上用繁体字清晰刻着他的出生地广东台山海晏05车。经过网上检索确认，这个地址就是如今的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海晏镇交乐5车村。跟着导航走，明哥一行人先到了海晏镇五峰村。村口正好有一家饭馆，众人打算先吃点饭，休整一下，再前往五车村。没想到吃饭的时候，明哥和饭馆老板闲聊，竟有了意外收获。原来饭馆老板也是五车村人，而且也姓甄。听闻几人的来意后，老板当即从保险柜里取出了自家的家谱。明哥和老板翻了一遍又一遍，终于找到了甄丽庆的名字。而家谱上记录的甄丽庆的国内后人，只有他的大儿子，也就是甄明妃的大伯甄明慧。吃过饭后，在饭馆老板的带领下，一行人来到了海晏镇交乐五车村。进村没多久，甄明妃就见到了自己的堂姐甄丽。这是你姐姐啊？给他两个人。哇！那个儿子在家里面。細佬啊，係細佬啊，係細佬啊。他的兒子也在家啊。兒子在家。啊。像哎，真的像哎。啊。
你信不信我讲不对呀？哎呀，随后，甄丽带着堂弟回到了家中，见到了自己的儿子老李。老李早年曾在新西兰打工，见过甄明飞的父亲。他立刻从家里的柜子里翻了出来一张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的照片，记录下了甄明飞与父亲的珍贵瞬间。令人感到巧合的是，在甄明飞的手机相册里也保存着这张完全相同的照片。无需再进行更多的验证，甄明飞的寻亲之旅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他找到了爷爷的故乡，寻到了自己家族的根源，也见到了血脉相连的亲人堂姐甄丽，还有他的侄子老李。紧接着，甄丽和儿子老李带着甄明飞来到了当年甄家兄弟一起盖的祖屋，因为祖屋的钥匙由其他族人保管，甄明飞没能进去参观。看到祖屋前长满了杂草，他当即徒手清理起来，丝毫不怕弄脏衣服划伤双手。清理完杂草后，甄明飞在祖屋前郑重递上了3炷香。离开之前，他还在祖屋前跳了一段毛利传统舞蹈，用这种方式来庆祝自己成功找到了亲人，告慰爷爷的在天之灵。这段寻亲之旅结束之后，明哥把整个过程都录成了视频，发布到抖音上之后，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。无数网友都被这段跨越山海、时隔118年的寻亲故事深深打动。在视频的最后，甄明飞也道出了自己的心愿。My Chinese name is Zhen Mingfei, and this is my story about how I came to China to find my grandfather's village. Not only did I find my grandfather's village, but I found so much more. 真的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哈，真是I found not only my grandfather's village, but relatives still living in that village today. 未来，他计划将新西兰的家人们都带回中国来看一看，让他们也回到广东台山寻根认亲。118年的山海相隔，4代人的光阴流转，终究抵不过血脉里那声跨越重洋的呼唤。1908年，甄丽庆带着谋生的期许远走他乡，把乡愁藏进了漂泊的岁月。1969年，他弥留之际的一句寻根嘱托，成了家族血脉里不灭的归乡执念。2026年，甄明飞踏遍万里，回到故土。相似的眉眼相拥的瞬间，圆满跨越100年的约定，正是中国日益强大、飞速发展的生动注脚。便捷的交通、通达的网络，让100年归乡路不再坎坷，血脉从不会被山海阻隔，而日益强盛的祖国，永远是海外中华儿女最坚实的底气、最温暖的根。本期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南风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